这天夜里，我同侄子睡了。我不知这样做是否正确，即使在20年后的今天仍不知道，大概永远不会知道。不过那时候却只能这样做。他情绪激动，不知所措，希望得到我的抚慰。我关掉房间的电灯，缓缓地、轻轻地脱去他的衣服，自己也随之脱掉，然后抱在一起。那是个温和的雨夜，我们赤身裸体，也未感到寒意。我和侄子在黑暗中默默地相互抚摸身体。然而当我探进去时，他却说很痛。我问是不是初次，侄子点了点头。这倒使我有点不解了，我一直以为沐月和侄子早已睡过。我探到最底部，一动不动，久久地紧紧抱住他。见他镇静下来，我开始缓缓移动，花很长的时间。最后，侄子用力抱住我，发出呻吟声。在我听到过的最亢奋的声音里边，这是最为凄楚的。全部结束之后，我问他为什么没和沐月睡过，其实是不该问的。侄子把手从我身上松开，再次啜泣起来。我从壁橱里取出被褥，让他躺好，一边吸烟，一边看着窗外的绵绵春雨。早上，雨已停了，侄子背对着我睡着，说不定昨晚他彻夜未眠。睡也罢，没睡也罢，他的嘴唇已失去了一切语言，身体冻僵一般的硬挺挺的。我搭了几次话，他都不作声，身体纹丝不动。我久久地看着他裸露的肩部，无可奈何地爬起身来。榻榻米上和昨晚一个样，散乱地放着唱片套、玻璃杯、葡萄酒瓶、烟灰缸等等。桌上有一半变形的生日蛋糕，就好像时间在这里突然终止似的。我把散乱在榻榻米上的东西归拢在一起，收拾好，喝了2杯自来水。书桌上放着词典和法语动词表，桌前墙上贴着年历，那是一张既无摄影又无绘画的年历，上面只有数字，一片洁白，没写字也没记号。我拾起落在地板上的衣服，穿在身上，衬衣胸口仍然湿凉湿凉的，凑近一闻，漾着侄子的气味。我在书桌上的便签上写道：等你冷静下来以后，想好好跟你谈谈，希望尽快打电话给我，祝生日快乐。然后再次看看侄子的肩，走出房间，悄悄带上门。过了1个星期，电话也没有打来。侄子住的公寓里又不给传电话，因此周日一早我便来到了国分寺。他不在，门上的姓名卡片已被撤掉，木板套窗关得严严实实。问管理人，说侄子已于3天前搬走了，搬去哪里不晓得。我返回宿舍，给他神户家里写了封长信，无论侄子搬去何处，那封信总会转递到他手上。我坦率地写了自己的感受，内容是这样的：很多事我还不甚明白，尽管我在尽力而为，但最后明白恐怕还需要一段时间。至于这段时间过后自己将在何处，现在的我完全心中无数，所以我无法向你做出任何许诺，也不可能有求于你或倾诉动听的话语，因为首先我们之间还极缺乏相互了解。不过倘若你给我时间，我会竭尽全力，我们也许会相互加深了解。总之，我想再见你一次，好好谈谈。沐月去世以后，我失去了可以如实诉说自己心情的对象，想必你也如此。
我想，也许我们相互追求的心情已超越了我们所想的程度，也正因如此，我们才绕了许多弯路，或在某种意义上已误入歧途。我也想过，或许我不该那样做，但此外别无他法。当时我在你身上感到的是亲密而温馨的心情，是一种迄今我从未感受过的情感。请你回信，什么内容都可以，只要回信。没有回信，我心里失落了什么，而又没有东西填补，只剩下一个纯粹的空洞被记之不理。身体轻得异乎寻常，语音虚无缥缈。周复一周，我比以前更为按部就班地到学校听课。课虽枯燥无味，同班上的人也无话可谈，但此外别无他事。听课时，我独自坐在教室头排的一端，不同任何人交谈。吃饭时也是独自一人，烟也戒了。5月底，学校进入罢课，那伙人高喊肢解大学。也好，能肢解只管肢解就是，肢解他，让他支离破碎，再狠狠地踩成粉末，一切悉听尊便。那一来我也轻松了，往下的事自己总有办法。如果要我帮忙也可以，赶快下手好了。大学被迫关门后，没有课上了，我开始去运输社打零工，坐在卡车助手席上，停车时装货卸货，工作比预想的辛苦。开始几天，身体又酸又痛，早上甚至爬不起床，但报酬也因此多了一些。紧张劳作的时间里，我得以暂时忽略了心里的空洞。每周我在运输社干5个白班，在唱片店值3个夜班。没有工作的晚上，我就在房间里边喝酒边看书。敢死队滴酒不沾，对酒气极为敏感。一次我正躺在床上喝没有兑水的威士忌，他埋怨说熏得他不能学习，能不能去外面喝？你给我出去，我说。不是有规定宿舍不许喝酒吗？给我出去，我重复道。他也没再说什么，我心烦起来，一个人爬上楼顶天台，自斟自饮。时至6月，我又给侄子写了封长信，仍寄往他神户家里，内容与前一封大致相同，只是加了2句。等你回信是非常痛苦的，不知伤害你的心没有，哪怕告知这一点也好。投到信筒里后，我觉得心里的空洞又有所增大了。6月间，我2次同永泽到街上找女孩睡觉，2次都再省事不过。一个女孩被我领到旅馆床上，要给她脱衣服时，她手刨脚蹬硬是不准，惹得我好不耐烦，便一个人在床上看书。不一会儿，她倒自己主动贴上身来。另一个女孩在交欢之后，向我一个劲儿刨根问底，什么过去睡过多少个女孩了，老家哪里了，在哪所大学了，喜欢什么音乐啦，太宰治的小说读过没有啦，国外旅行准备去哪里了，她的乳头是不是比别人大很多了等等，不一而足。我适可而止地应付几句就睡过去了。一觉醒来，他说想一同吃早餐，便和他一起走进小吃店，吃了专供早餐用的烤面包和味道糟糕的鸡蛋，喝了味道糟糕的咖啡。这时间里，他一直向我啰啰嗦嗦地问这问那，什么父亲作何工作，高中成绩如何，何年何月出生，是否吃过青蛙，问得我昏头胀脑。一放下筷子，赶紧说得去做工了。喂，能再见面吗？他不无凄凉地说。不久还会在哪里碰到的。说完便和他分了手。剩下我一个人后，
心想罢了罢了，我这是干的什么事儿？不由得一阵心灰意冷。我想我不应干这种勾当，然而又不能不干。我的身体十分饥渴，巴不得同女人睡觉，而我同她们睡觉的时候，又总是想着侄子，想侄子黑暗中白嫩嫩浮现出来的裸体，想他的喘息，以及外面的雨声，甚至越想越觉得身体饥不可忍。我独自跑上天台喝威士忌，盘算自己到底应该到什么地方去。7月初，接到侄子的信，是封短信。拖这么久才回信，请原谅，但也请你理解，我花了很长时间才能够写东西。这封信就写了不下10字之多，对我来说，写东西是十分吃力的苦差事。先从结果写起吧。我已决定暂时休学1年，虽说是暂时，但重返大学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。休学只是履行手续。你也许觉得事出突然，但这是我长期考虑的结果。有好几次我想跟你谈起，但终于未能开口。我非常害怕把它说出来。很多事情请你不要介意，即便发生了什么，或者没有发生什么，我想结局恐怕都是这样的。也许这种说法有伤你的感情，果真如此，我向你道歉。我想要说的是，希望你不要因为我而自己责备自己。这确确实实是应该由我一个人来全部承担的。1年多来，我一拖再拖，觉得给你添了很大麻烦。或许这已是最后极限。我搬出国分寺的公寓后，回到神户家里，跑了一段时间医院。医生说，京都一座山中有一家可能对我合适的疗养院，我便打算前去试试。准确来说，那并不是医院，而是自由得多的疗养机构。详情下次再写，现在还写不好。对现在的我来说，需要的是在某个与世隔绝的寂静的地方休养神经。你在我身边陪伴了1年时间，对此我以我的方式表示感谢。这点无论如何请你相信，你没有伤我的心，伤我心的是我自己。我想眼下我还没有见你的准备，不是不想见，是没完成见的准备。一旦我觉得准备完成，我马上写信给你。到那时候，我想也许我们会多少相互了解。如你说的那样，我们应该加深对对方的了解才是。再见。这封信我读了几百遍，每次读都觉得不胜悲哀。那正是与被侄子盯视眼睛时所感到的性质相同的悲哀。这种百无聊赖的心绪，我既不能将其排遣于外，又不能将其藏身何处。它像掠身而去的阵风一样，没有轮廓，没有重量。我甚至连把它裹在身上都不可能。风景从我眼前缓缓移过，其语言却未能传入我的耳中。每到周6晚间，我依旧坐在1楼门厅沙发上消磨时间。不可能有电话来，也没有要做的事。我常常打开电视上的棒球转播节目，似看非看地看着。我把横在我与电视之间的空漠空间切为2半，进而把被自己切开的空间1分为2，如此反复无穷，直至最后切成巴掌大小。10点一到，我关掉电视，返回房间，倒头便睡。月底，敢死队送我一只萤火虫。萤火虫装在速溶咖啡的空瓶里，里边放了些草叶和水，瓶盖钻了几个细小的气孔。因为周围天光还亮，看上去不过是个平庸无奇的水边牺牲的黑色小虫而已。敢死队却一口咬定是萤火虫，
还说他对此十分熟悉，而我又没掌握什么反驳的理由和证据。也好，就算是萤火虫吧。萤火虫一副睡眼惺忪的样子，企图爬上光溜溜的屏蔽，但每次都滑落下来。在院子里来着，这儿的院子，我吃了一惊。附近那家宾馆，为了招来顾客，一到夏天就放萤火虫吧，就是从那边错飞过来的。他一边说，一边往黑色的宽底旅行包里塞衣服、本子等物。暑假已经过去几个星期了，滞留宿舍的只有我们这样的人。我不大乐意回神户继续打工，他是因为有实习任务，现在实习已经结束，正准备回家。敢死队的家在山里，这个送给女孩子，她肯定高兴的不行。他说：“谢谢。”日落天黑，寄宿院里十分寂静，静同废墟一般。国旗从旗杆降下，食堂窗口亮起灯光。由于学生人数减少，食堂的灯只亮一半，右半边是黑的，只亮左半边，但还是微微荡漾着晚饭的味道，是奶油炖菜的气味。我拿起装有萤火虫的速溶咖啡瓶，爬上楼顶天台。天台上空无人影，不知是谁忘收的白衬衣搭在晾衣绳上，活像一个什么空壳似的，在晚风中摇来荡去。我顺着天台角上的铁梯爬上供水塔。圆筒形的供水塔白天吸足了热量，暖烘烘的。我在狭窄的空间里弓腰坐下，背靠栏杆。略微残缺的一轮苍白的月亮浮现在眼前，右侧可以望见新宿的夜景，左侧则是池袋的灯光。汽车头灯连成闪闪的光河，沿着大街川流不息。各色音响交汇成的柔弱的声波，宛如云层一般笼罩着街市的上空。萤火虫在瓶底微微发光，它的光过于微弱，颜色过于浅淡。我最后一次见到萤火虫是在很早很早以前，但在我的记忆中，萤火虫该是在夏日夜幕中拖曳着鲜明璀璨得多的流光。我一向以为萤火虫发出的必然是那种灿烂的燃烧般的光芒。或许萤火虫已经衰弱得奄奄一息。我提着瓶口轻轻晃了几晃，萤火虫把身子扑在瓶壁上，有气无力地扑棱一下，但它的光依然那么若隐若现。我开始回想，最后一次看见萤火虫是什么时候呢？在什么地方呢？情景想起来了，但场所和时间却无从记起。沉沉暗夜的水声传来了，青砖砌成的旧式水门也出现了。那是一座要一上一下摇动手柄来启闭的水门。河并不大，水流不旺，岸边水草几乎覆盖了整个河面，四周一团漆黑。熄掉电筒，连脚下都不易看清。水门内的积水潭上方交织着数百只之多的萤火虫，萤火宛如正在燃烧的火星一样，映辉着水面。我合上眼帘，久久沉浸在记忆的暗影里，风声比平时更为真切地传来耳畔。风并不大，却在从我身旁吹过时留下了鲜明的不可思议的轨迹。当我睁开眼睛的时候，夏夜已有些深了。我打开瓶盖，拈出萤火虫，放在向外侧探出大约3厘米的供水塔边缘。萤火虫大概还没认清自己的处境，一摇一晃地绕着螺栓转了一圈，停在疤痕一样凸起的漆皮上，接着向右爬了一会儿，确认再也走不通后，又拐回左边，继而花了不少时间爬上螺栓帽，
僵僵地蹲在那里，此后便木然不动，好像断了气。我凭依栏杆细看那萤火虫，我和萤火虫双方都长久地一动未动，只有夜风从我们身边掠过，榉树在黑暗中摩擦着无数叶片，簌簌作响。我久久地等待着。过了很久很久时间，萤火虫才起身飞去。它忽有所悟似的，蓦然张开双翅，旋即穿过栏杆。淡淡的荧光在黑暗中滑行开来，它绕着水塔飞快地曳着光环，似乎要挽回失去的时光。为了等待风力的缓和，它又稍停了一会儿，然后向东飞去。萤火虫消失之后，那光的轨迹仍久久地印在我的脑际。那微弱浅淡的光点，仿佛迷失方向的灵魂，在漆黑厚重的夜幕中彷徨。我几次朝夜幕伸出手去，指尖毫无所触，那小小的光点总是同指尖保持着一点点不可触及的距离。